Hello，大家好呀，这里是七家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那年我们第8章的故事。上一章我们说到，阿雄和妍秀因为那晚的事情，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尴尬。面对着即将展开的派对，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逃跑。志雄为此非常头痛，新来的李启化提出制定了方案，于是两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志雄找回来后，强行带入大山中，他们将在这里度过3天时间。回到本章，阿雄被强行带到深山野林后，对志雄的拍摄非常抵触，对方问了很多问题，他都是一副敷衍的态度。直到对方问起他印象最深刻的旅行，阿雄的思绪瞬间回到了之前。那时他准备出国学习，会和妍秀分开6个月，不过在此之前，两人就闹了不愉快，处于分手的状态。不过妍秀似乎并不在意，她这次主动找上阿雄，就是要和阿雄来一次海边旅行。阿雄却因为没有明确听到妍秀要和他和好，所以在旅行途中一直闷闷不乐。猜不透妍秀心思的他，甚至怀疑这次旅行就是分手旅行。妍秀要彻底和他撇清关系，为期1天的旅行很快就迎来了尾声。阿雄也累得打起瞌睡，妍秀发现他皱着眉睡觉，用手抚平了他的眉头。其实他仍然觉得有些意犹未尽，下次有空的话，他想要两人去更远的地方多玩几天。阿雄这才明白，原来妍秀心里已经和他和好了。见阿雄因此生气，妍秀安慰起他，两人绝对不会分开，还在他耳边说了神秘的悄悄话。阿雄听此，终于重新开心起来。回到现在，阿雄见一旁站着妍秀，将答案告诉给了志雄。因为旅途中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，所以他并没有印象深刻的旅行。妍秀听此果然受到了触动。不久后，阿雄来到湖边散心，没想到妍秀正巧也来到这里散心。妍秀经过这2天的事情，质问起他，既然已经厌倦他了，那么和他一起来到这里会安心吗？阿雄想起妍秀之前说的话，没想到两人真的到更远的地方旅行了，只是彼此的身份再不似从前。想到这里，阿雄不禁提出要回避一下。妍秀见他这个样子，制止了他后自己离开。另一边，实习生泰勋正在纠缠着志雄。志雄忍无可忍，给他定下规矩，让他不要在他摄影的时候出现在他的眼前。泰勋听此乖乖照做，只是嘴仍然没有停下来过。志雄见此本想发火，但是也被泰勋幼稚的举动逗笑了。泰勋见此知道目的达成，志雄似乎终于不再那么排斥他了。阿雄叔叔经营的五金店门口突然多了很多打卡的人，这让叔叔感到很奇怪。其中一个女孩解释道，现在网上最火的建筑物画作似乎就是以这一带的建筑物为原型。在得知这些画作是阿雄所为后，叔叔连忙跑去找阿雄爸。没想到阿雄爸对此丝毫没有惊讶，原来他的小店早就挤满了来打卡的人。尝到好处的阿雄爸告诉叔叔，他准备未来在他们巷子里摆满阿雄的画，这样说不定很快就会成为知名景点。看样子他对阿雄非常骄傲。画面来到妍秀这边，他接到了组员们发来的道贺短信。这次的企划非常成功，张组长那边也对此很满意，而画家阿雄也再度成为了网上热传的人物，甚至连和 NJ 的绯闻也被人扒了出来。NJ 注意到报道后心里不舒服起来，这时志雄来到他身边，妍秀正处于情绪低落的状态，言语中对志雄不太客气，志雄也没在意，问起他这次旅行有什么想做的事，他可以帮助他。妍秀则拒绝了他，这一幕被正好赶来的彩兰看到了。此时 NJ 正和闺蜜聊着天，她将向阿雄告白的事情说了出来，闺蜜则开玩笑道，要是她有 NJ 的颜值和身份，全天下的男人都手到擒来。NJ 其实也有他的骄傲，他猜测阿雄此时一定因为他的倒贴寝食难安，于是恶作剧般的给阿雄打去电话，结果对方并没有接他的电话，这让他怒气值迅速飙升。此时的阿雄正在进行拍摄工作，被人强制带到了这里，他只想躺平，一直到回去那天。志雄对此非常不满，从来到这里后，阿雄至少有80%的时间都在躺平。好在不久后，阿雄产生了画画的想法，不过志雄也告诉他，跟随他拍摄工作的人是彩兰，而他负责的是妍秀的拍摄工作。这时妍秀也准备好了，志雄借此和他一起离开。听到妍秀叫志雄为小熊后，阿雄心中不舒服起来，因为这2个字是以前妍秀称呼他的。妍秀并不知道他心中的想法，他在摄像机面前侃侃而谈。不过没多久，他突然提出要进行骑车拍摄。阿雄本想叫个车子跟拍，
结果被他阻止了，这可苦了他的双腿。不过这一情况并没有持续很久，不久后他也骑上自行车，和妍秀一起在大街上竞速，两人玩得都很开心。而此时的阿雄正一言不发地画着画，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，他问起一旁的彩兰，10年后两人的纪录片拍得怎么样？彩兰没有吝啬自己的赞美，他看过纪录片后已经能猜出阿雄是什么时候喜欢上的妍秀。阿雄见此追问他，现在他觉得两人的关系怎么样？不过彩兰以摄影者不能介入为由，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。不久后，妍秀骑自行车骑累了，找了个休息的地方就此躺下。志雄劝他累的话就睡会儿。这时2个当地的村民来到了这里，他们见两人是生面孔，猜出对方是来旅行的，于是好心的告诉志雄，附近有个看日落的好地方，一会儿叫他叫醒女朋友一起去看。志雄听此心中窃喜，脸上也露出了笑容。妍秀听此后坐了起来，志雄只好表示他是觉得没有纠正的必要，妍秀也没放在心上，毕竟他们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。阿雄则注意到两人直到现在还没回来，担心的他问起一旁的闺蜜，对方却一副不关心的样子。他现在一门心思扑在了发展弟弟上。阿雄见此也没辙了。很快时间来到晚上， NJ 来到阿雄爸妈的餐馆，正准备打烊的两人误以为对方是阿雄的粉丝， NJ 也没否认，不过他表示这次来是为了向阿雄讨债的。另一边，妍秀和志雄终于回来，晚饭很快就做好，志雄则来和阿雄吃饭。阿雄强忍下心中的醋意，来到饭桌上，结果闺蜜又问起妍秀和志雄干嘛去了，这么晚才回来。没想到妍秀将自己下午做的事情说出来后，阿雄变得生气起来，他总觉得妍秀在骗他。正争论时，一旁传来了电话的响声，原来是阿雄爸来找阿雄，因为信号不好，阿雄只好移动自己的位置。他问起爸妈是谁教他们打视频电话的，不过爸妈像没有听到一样，和其他人打起招呼，之后还告诉阿雄他的朋友来找他了。正当阿雄疑惑时， NJ 的脸突然出现，吓了他一跳，他连忙离开这里，准备和 NJ 私聊，而妍秀却心情低落起来。等阿雄打完电话后，志雄来到了他的房间，沉默了很久后，他告诉阿雄，他们准备将拍摄的重点放在他和妍秀的感情上。不过他现在有点搞不清阿雄对妍秀的态度。阿雄则提起彩兰之前说的话，拍摄者不能介入，让志雄收起他的好奇心。志雄见此只好离开了这里。时间来到深夜，妍秀翻来覆去的怎么都睡不着。这2天阿雄冷淡的态度和话语，再加上半路杀出的 NJ， 让他的内心感觉空空落落的。他强迫自己不要管这些事，然而闭上眼，阿雄早上那些话又浮现在他脑海中。失落的他再次坐了起来，而阿雄也不比他好多少。画画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的会想起两人那天旅行时妍秀给他说的话，他是如此清晰的记得每一句，以至于就像是昨天才发生过这件事一样。两人就这么抑郁到很晚才睡下，结果导致第2天两人都没起来。志雄只好带着其他人先去检查拍摄场地。不久后，妍秀终于醒了过来，在发现其他人都不在后，他来到了阿雄的门外，结果打开一看，对方仍然在睡懒觉。见阿雄皱着眉睡觉，他鬼使神差地伸出手抚平他的眉间。阿雄似乎感受到了什么，想要抓起妍秀的手，然而妍秀却在最后一刻抽了出去。等他走后，阿雄睁开了眼睛，他似乎已经醒了很久了。妍秀则因为刚刚阿雄的举动，怀疑对方早就醒了。彩兰打断了他的思绪，带着他前往拍摄地点拍摄。不久后，志雄在准备拍摄工作时，又遇到了之前的那位村民。对方问起志雄有没有和女朋友一起去看日落，志雄也没有否认，称对方在路上。这些话让阿雄愣住了。回到妍秀这边，彩兰以为摄像机突然没电了，于是准备去拿些电池，而妍秀则在这里等着他。不过天有不测风云，这时突然下起大雨来。等他醒来后，雨已经下大了，这已经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即视感。当年他和阿雄一起躲过雨，结果下一秒，一个模糊的人撑着伞从远处走向他，此人正是阿雄。然而阿雄见到他仍然在说反话，这让妍秀气得就要离开。阿雄拦住了他，并用伞给他挡雨。妍秀仍然不领情，正坚持要离开时，阿雄丢掉了伞，直接吻了上去，正如两人之前无数次亲吻那样。本章完。本章结尾也揭示了妍秀那天偷偷和阿雄说的悄悄话。他告诉阿雄，两人如果再闹分手的话，只要阿雄出现在他面前，他就会抓住阿雄，绝对不放手。
不得不说，两人一路走来也是不容易。在看到本集结尾后，瞬间感觉开播以来吃的刀都值得了。好了，七家的解说就到这里了。关注七家不迷路，七家每天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韩剧解说。动动小手给七家点个赞再走吧。我们下集再见喽，拜拜。